他开心的样子让孩子们觉得捉迷藏更好玩了。又有一天，他们决定出门去。奶奶，我们今年还没去海边耶。作品内容就是汪的奶奶，她是主角嘛，她忘记自己东西放在哪里，这样，所以就要花很多时间找。然后可是还好，她有2个小孙子，其实他们是双胞胎。那他们来奶奶家玩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帮忙奶奶找东西。那他们觉得，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，因为就像寻宝游戏一样，所以其实他们就用小孩子的观点来对待奶奶健忘的这个问题，这样。那奶奶她虽然健忘，可是其实健忘有健忘的好处，就是例如说他们去玩捉迷藏的时候，奶奶她就会觉得，好像又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，对，然后躲在同一个地方也觉得是第一次躲在那个地方。但是奶奶虽然忘东忘西，但她记得很久以前的事情，然后跟孩子们之间的情感联系，她也都记得很清楚。为什么有这样的灵感？就是好几年前发现我开始忘东忘西，可是不至于到这么健忘啦。对啊，然后后来我就随着时间过去，开始累积了一些灵感，这样。那其实当时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其实也没有很刻意，就是觉得，这好像可以成为一个有趣的故事。因为其实我们在家，我跟小朋友们也会玩各种就是小朋友会玩的游戏，这样。那我就会觉得，如果这个问题把游戏性带进去，用一个游戏性的观点当做看待健忘这个问题的话，它其实是一个有趣的故事。汪的奶奶找不到心爱的珍珠发夹，找不到孩子们送给她的生日卡片，找不到每天用来写日记的钢笔。我大概是从开始工作之后，开始当老师之后，然后就开始在尝试创作。可是其实做绘本的话，如果我想要文跟图一个人兼顾，其实是2方面的挑战，而且其实都不容易。我也甚至跟我自己说，没关系，假如我活到80岁，我在80岁之前出一本书就可以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故事的奶奶住在一个超级大的房子里？然后她其实并没有跟小孩子住在一起，因为她想要独自生活。然后她对生活有要求，她每天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。然后她就是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我希望我老的时候是这样的人。我觉得好幸运哦，因为其实我已经创作很多年了，然后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没有，其实我不是先接到电话，我是先他打来，可我在上课，然后我就看那个号码，我觉得这好像是高雄的号码，然后我就很兴奋，我就跑回去办公室跟我同事说，你觉得会不会是这件事情？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就是高视图打来，然后我就觉得就很像梦想成真。今年我是第一次，我的人生第一次经历这个啦，然后。因为我们中间其实我的故事大纲并没有做太多更动，所以其实都是去修改细节。但我觉得，因为出版社他们那一端他们有很多经验，他们会跟我说，这幅图怎么样，然后它的细节可以怎么样做，等等等等。我觉得我学到蛮多的啦，我很感谢，就是他们这些有经验的编辑，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视野，这样子。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蚱蜢吗？对，就感觉很野兽派，很有生命力这样。这张真的很赞。一个故事啊，就是它被印刷出去，然后它开始上市之后，它就有它自己的人生了。他去到不同的小朋友、大朋友家，然后他们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是回馈这样。那我觉得很好玩的是说，我自己本来在做的故事就是我单独我的切入点，但现在大家就跑来跟我说，这个怎样怎样的那个，或者是其实刚才有一个读者来跟我说。他看到这本书，他觉得他一定要来跟我讲话，因为他的妈妈失智，这样子走下去的路途可能跟这本书里面会讲的就不一样。但是我很感谢他，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要打开心这样子，对啊。然后或者是有些小朋友来，他就说好感动哦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关注的细节好像比我想象的多，对。那我觉得这就是他这本书自己的旅程了。然后如果他抚慰到一些人的心，或者是让一些人的某一刻变得很光亮，我觉得我也会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喜欢创作，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有趣、非常美好，希望大家透过我的创作也可以感受到这样的力量。